朋友们，为什么善良的人一生贫穷潦倒，而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却能混得风生水起、丰盛富足呢？我想这个问题呢，估计是困惑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想不明白的事情了。那些无恶不作、丧尽天良的人，没有一个相信善恶有报，而那些祈祷上天开眼的，都是受尽委屈、求助无门的老实人。这期内容呢，我就带你清晰透彻地了解善恶有报的底层真相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一定会重新对好人没好报，坏人活千年有一个全新的领悟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些坏人却有好报呢？归根结底来说呢，是因为我们看得片面了。要知道，任何事都是因缘和合的，你看到其中的一个因，就说这个因决定了总的果，这种想法是极其片面的。不知因果是愚痴的，但只知因果不知和合也是愚痴的。所以因缘和合往往是一起说的。就比如一个人从前面向后推你，另一个人从后面向前推你，你在两个人的同时推动下往前走了，你能说是因为前面的人向后推你，然后导致你向前走吗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，做善事没善报呢？可能你做善事的方法一开始就错了，或者说你以为你是在做善事，其实却害了别人。也就是说，你根本不会行善。一个大善大修之人呢，是不可能在命运掌控之内的。就像《了凡四训》中的袁了凡先生，在发现他自己的人生剧本跟算命先生给他写的一模一样时，他就选择了躺平。如果不是老和尚一句话点醒了他，他就不会有后面那一段逆天改命的故事了，也不会有那一句命由我造，福自己求的经典名言。那我们该怎样去积累福报呢？或者有没有什么快速积累福报的方法呢？其实积累福报非常简单。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善待身边的每个人，不要让身边的人难受。善恶是怎么定义的？善恶是基于感受定义的，它不是基于价值观定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完全一样。你觉得善，别人不见得觉得善；你觉得好，别人不见得觉得好。因为每个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你在行善，没准别人会觉得你在作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好的事可能会让人觉得难受。善恶是没有绝对的，但是有绝对的好受与难受。为什么？因为绝对的好受与难受是相对的，是相对于自己价值观的，是相对于自己的实的。好受与难受本身就是一个相对量，所以好受和难受是能够绝对的。所以做事情要基于对方的感受去做。你老让人感觉难受，那就是在作恶。无论你怎么认为，只要让对方难受了，就是在作恶。所以什么好人没好报，就是因为好人是自己定义的，自己定义没用，得让人觉得好，让人觉得舒服，这样你才是真的好。别人觉得不舒服，你说你为人家好，那也是在造恶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得志，就是不懂。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当你明白了这个之后，你就很容易积累福报。那有人可能就问了，孩子不听话，难道也要一直依着他吗？其实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完整的来看。好受与难受呢，它分短期好受和长期好受。所以你看你要的短期还是要的长期。大家别片面地认为什么都为了让别人好受，只考虑短期的好受就片面了。你还要考虑对方的长期好受。孩子小时候你老惯着他，结果长大了一事无成，还反过来骂你。我小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教育我？
他长期不好受了。所以你得考虑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有人老想占你便宜，你助长他占便宜，短期他是好受了，但是长期来讲，你其实是在巩固他的恶习，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也是不好的。所以这些东西也不能够片面的下结论，还得是情况而来，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。第二个快速积累福报的方法，就是拿自己多余的给需要的人，找各种各样的机会，把自己多余的东西拿出来给需要的人，就可以快速的积累福报。你拿你多余的给出去，多余保证你能够多给，而且多余还能够保证你给出去之后无所谓，对你的影响很小，你不会很在意，你不会因此而触动，你不会因此而为难，所以你能很容易做到。第三个就是别人需要，别人需要往往是别人在这方面是稀缺的，别人如果在这方面也是多余的话，或者比你还多余的话，那就是不需要。你千万不要傻傻的把你相对不多余的东西给更多余的人，这样的布施，这样的积累福报是没什么用的，这个要注意。所以最快速的积累福报的方法呢，就是把自己多余的资源去给需要的人，而且做生意就是这么做的，所有的做生意的人都是这么做的。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最多余的东西，每个人都有很多的，那就是微笑。最多余的就是微笑，你可以无限微笑，你不会有任何损失。那种没事就怒目的，没事发脾气的人最傻了。你说你发一下脾气能得到什么？你真的什么都得不到。遇到交好，微笑；遇到误会，微笑。反正你也多余，是不是？你别刺激他，整天你就乐呵呵的。有句话怎么说？爱笑的人往往运气都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在布施，总在积累福报。发脾气就很傻，但是你要忍不住发了就发了。但是我会告诉你，发脾气会很傻，没必要，因为你得不到什么，而且你会失去很多。当然还有其他的多余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的特长，你在哪方面比较有资源？很多有钱人很会花钱，钱多给没钱的人，其实这些都是符合道的。第四个就是行善做好事有阴阳之分。什么是阴阳之分？就是你行善让不让人知道。如果你行善让人知道了，那就是阳善。比如高调捐款、捐物、做慈善，捐款名录榜上有名，或拾金不昧和资助赡养孤寡老人等等善行，因为有意或无意，让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人人都知道，乃至于报纸上表扬你，电视节目也在传播，在赞扬你。这些赞扬、恭敬乃至随之而来的名利呢，就是阳善的果报。它等于把你所做的好事用这种方式都报掉了。如果你不让别人知道，就是阴善，不图名，不图利，只是凭良知去真心行善，不需要让人知道称赞，也不期盼得到回报。施恩勿忘报，别人不理解也不需要委屈辩解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天道自有回报。简单来说就是，阳善能够让你得名声名利，阴善能够让你得福报。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选择匿名捐献和帮助别人的原因。好，懂得了这些，你就知道怎么为人，怎么做事了，你就会逐渐的福报越来越多。当你福报攒得多了之后，自然就会有回报。一些邻里关系差的、斤斤计较的人，真的就很难脱离他的阶层，他不会有什么发展，因为他不懂得积累福报。
他在别的方面好不容易攒了点福报，都因为斤斤计较给抵消了。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，他们是怎么做人的，肯定是有独到之处，而且他们是符合道的在做人，所以才能够做成功。你基于这个感受，基于这个福报，就明白了谁是能成功的。道理很简单，但是由于习气的缘故，不见得能够做得很到位。但是你只要明白了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原来是这么成功的，还有这个人是这样才老遇小人的。你对善恶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，你对不同人的生活境遇都能明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。那不是偶然，那不是运气不好，全都是自己照感出来的。这就是古代圣贤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我们要日行一善，因为你做的每一件行善的事情，都是在创造一个美好温暖的画面和场景信息，它会在你的大脑里面呢，像作业一样的积累起来。你做的多了，你的大脑里面温暖、美好、富足的画面就越多越清楚，进而就能显化出你自己美好的人生命运。那为什么说行善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呢？这是因为你的业力改变了。业力呢，就相当于软件操作系统，你的软件改变了，那你的功能就改变了，你就会照感更多的美好事物。这里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就像你平时看视频，平台的算法系统一定会给你推你喜欢的、你想要的、你执着的内容，而业力系统同样会给你推送你念头执着的、想要的、经常经历的场景。如果你大脑里经常是幸福、美好、温暖的事物和画面，它就会迫使你看到更多类似的画面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一直做好事，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业力，这个业力会迫使你不断地看到更多好人好事。就像孕妇一样，这个孕妇她走到大街上，她会看到更多的孕妇。你开一辆豪车到大街上，你就会看到更多的豪车。你内心它是个善的这种观念，你就会看到更多善。你内心是美好的画面，你就会看到更多美好的画面。这就是行善积德的秘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